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顶替杨紫演夏雪，在地下室被暴揍，资方女儿宁丹琳咋样了？家有儿女是许多小伙伴心中那份无法割舍的青春记忆。夏雪、流星、夏雨就像是咱们从小到大的老朋友，一直陪着咱们成长。三个兄弟姐妹成了荧幕上的铁杆搭子。可是在这个娱乐圈里，有时候真是被牵着鼻子走啊。2007年，宁丹琳跳出来抢了杨紫的角色，演了《家有儿女3》。大家都以为是杨紫因读书太忙，拒绝演戏了。后头才发现，原来是资本把演员都换了。宁丹琳这下可算是被贴上了霸角的标签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！每次露面都承受着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。听说她在地下室被揍得像个猪头一样，搞得老天都咳嗽。一放消息，她又被推到风口浪尖上，真是个风火轮啊！那些八卦闲话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。现在好久过去了，杨紫已经焕然一新，像个新的人。那个争得不可开交的宁丹琳，最近混得咋样呢？2007年对宁丹琳来说，简直是个牛逼哄哄的年份。她在《家有儿女3》中当了家里的老大，名字叫小雪，就是那个最能闹腾的。一开始想靠这个一炮而红，结果却换来了满身的臭骂。这个角色原来是杨紫在演，改成别人就像换了个花瓶。当年小杨紫虽说年纪不大，演技却真是活灵活现，将夏雪的聪明、叛逆、有主见演绎得十分到位。她塑造的人物形象让人难以忘怀，成了观众心中的一座丰碑。但是在准备《家有儿女3》的时候，居然有人传出杨紫要被换掉的八卦。宁丹琳一冒泡，马上把大家搞得鸡飞狗跳，墙角的骂名，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像潮水般涌来。对此，宁丹琳就像吃了个酸梅一样，没说半个字。但观众早就看得明明白白啦，就是想借个杨紫的光，把自己搞得火一把。哎呀，真是得不偿失，忙活半天却白费劲。他说了800遍了，真的是正儿八经去试镜的，根本就不是啥带钱上来的。可观众们好像对此完全无感啊。再说了，杨紫在采访时也说过她对角色的看法呢。虽然说的含糊不清，但观众一眼就能看出门道。当时还传出宁丹琳她爸砸了钱，在《家有儿女3》里才让女儿抢到了个角色。大家心里都觉得杨紫简直就是小雪的最佳代言人。宁丹琳一来，瞬间把《家有儿女》的和谐氛围搅得乱七八糟，让观众那颗单纯的心突然对潜规则有了种说不出的觉悟。所以她成了大家共同瞄准的靶子。在那段日子里，宁丹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虽然她成功扮演了小雪，可是观众还是不买账。演艺的路才刚起步，居然就感觉快要散伙了。但这些都并不是她人生中最大的考验。听说过宁丹琳在地下室里被人痛揍了一顿，导致眼角受伤，需要进行手术治疗。外面的人议论纷纷，真是给她的麻烦再添堵了。网络上那些八卦转得飞起，简直像打了鸡血一样。有人说是因为爱恨情仇，有人说是因为她惹火了某个大佬，还有人把这事儿和她演小雪搭上了关系，觉得这是在给她报仇。不过啥原因，直到现在也没人能够给个明白的说法呀。各种没根据的消息把宁丹琳的形象搞得比铅球还沉。说到杨紫，这趟风波一过，观众们对她的心疼和爱护简直像江河水一样，越来越多了。而杨紫自己也特别给力，一路奔腾到顶尖，别人再也抢不走我的光芒。再次碰到宁丹琳时，她已经是众人皆知的女主了，
简直就是舞台上最亮的那颗星。02，网上老有这类问法：为啥家有儿女的聚会总是缺宁丹林这位大咖呢？评论区那些人啊，总是把事儿和抢戏扯到一起，真是搞笑。觉得他从头到尾就没在家有儿女这个剧里混过。不过还有个要紧的事儿，就是他那张明星脸。家有儿女播出后，宁丹林和杨紫的人生简直是一个在北极，一个在赤道。杨紫在《战长沙》里演得贼棒，摇身一变成功逆袭，终于把小雪这个名号甩掉了，连童星的身份也一脚踢飞，更是让观众看到了她作为一名成熟演员的潜力。后来那几个开心曲香甜蜜等等，这下她稳稳地坐上了女星的头把交椅，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视霸主。2024年，杨紫简直像开了火箭，引爆荧幕，忙得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具。《承欢记》《长相思2》等一堆作品跟观众打招呼了，真是一波接一波啊！不仅能让人瞧见她在市场上的威风八面，还能说明她演技的花样百出。从古代扮相到现代装扮，从娇滴滴到干脆利落，各式各样的角色，她样样都能搞定。说白了，杨紫的名字简直就是收视率和好评的护身符。2025年初，那部国色芳华简直火得不行，网上热闹得像过年，连央视都给鼓掌称赞。杨紫的演技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受欢迎程度，真是又一次把大家都给震撼到了。杨紫这小姑娘，除了在戏里演得风生水起，时尚和生意上也早就混得风生水起了。从一开始的小品牌成长为现在的顶尖品牌，时尚资源可谓是水涨船高啊！她在圈里越来越有威望，搞得大家都乖乖点头，成了大伙心目中的顶流。03，跟她比起来，宁丹林的演艺生涯简直就像走9曲18弯的山路，让人捉急得很。她一直忙得像个鸭子一样，年年都有新戏冒出来，试过各式各样的角色，结果还是没火，真让人无奈啊！观众们脑袋里还在转着那个争议不断的小雪。说实话，杨紫和宁丹林在《家有儿女》之后还一起搭过戏呢。在《大驾风上》这部剧里，杨紫是个闪闪亮的女主，宁丹林则是个不那么显眼的女4号，感觉像是每天都回家的路上捡到的那种。俩人的差别就像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，谁都能看得见。连观众都没察觉到宁丹林在剧里简直就像她隐形了一样。要说宁丹林的演艺生涯，那可真是作品一箩筐，数的都累人。这帮演戏的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真可惜，他这辈子就没那种红的跟火焰似的命。兴许宁丹林这辈子就跟当明星没缘分。宁丹林的演艺故事可以追溯到他3岁，拍完电影后顺风顺水地加入了小朋友的电影学校，14岁更是考入百老汇街艺术学院。2004年，宁丹林一满18岁就开始闯荡娱乐圈了，居然还混进了中韩的女团里。于此杨紫才刚找到方向。在2004年这年头，杨紫跑去拍摄《家有儿女》，乐呵呵的忙活着呢。电视里她就是个听话懂事的小姑娘，名叫夏雪。爸妈真是把我捧上了天，观众也是纷纷点赞，简直成了小明星了。不过在拍戏那地方，她被宋丹丹给打发了，理由是长得不咋地。宋丹丹这句话就像个老朋友，一直陪着杨紫走完她的演艺之路。有些人红得发紫，传言就跟烟花一样一阵接一阵，杨紫也不傻，是个招风的种。她那张脸和演技真是引得各种八卦闹得不休。好在她足够争气，最后总算变成了自己心中想到的那副模样。总结深度好文奖励计划类：18年前，宁丹林给杨紫当了替身，跑去拍《家有儿女》啦。
原以为这是一场阳光灿烂的出道之旅，结果却成了个大转弯，开始了非正常生活节奏。此后，他陷入被暴揍等负面传闻，演艺之路布满荆棘。杨紫凭着拼命三郎的劲头，在影视圈里打拼得风生水起，成了大红大紫的人物。现在一瞅，两人之间的差别真让人忍俊不禁啊！娱乐圈就像个无情的刀削面，让你吃得痛快，却也能划得你生疼。一次换角，可能就把俩人的命运给整得乱七八糟。瞅瞅宁丹琳这小姑娘，最近可真是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搞得大家都不知道她去哪里玩了。